今天这期影片来跟大家聊一下微策略。表面上是一家做商业数据分析的软体公司，实际上底下是一间比特币的资产囤积公司。有人说微策略的创办人成功开启了一个无限资金的外挂，也有人批评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庞氏骗局，甚至很多人觉得说微策略会是把加密货币推向下一个熊市的罪魁祸首。那今天这一支影片，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微策略他们的操作手法是什么，买他们家的股票有什么风险，他们对整一个加密货币市场存在什么样的风险。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那我们先说一下这家公司的起家。微策略呢是在1989年创立的，那时他们在刚开始做接单生意，后来慢慢做大了，就开始开发自己的商业数据分析软体。如果你不太清楚什么是商业数据分析软体的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 SAP、Oracle、Splunk 这些 BI 平台。那这家公司呢，其实也经历过不少事情。他们是在1998年上市的，当时还被 SEC 起诉过，因为财务上面有造假的嫌疑。但是呢，最后跟 SEC 达成了和解，那就是花钱了事嘛。关于财务上面报假的这件事情呢，有点像是现在的 Super Miracle Computer， 也就是超微电脑在干的事情。那自从 .com bubble 过去之后，微策略的股票呢有长达20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直到2020年的8月，一切都改变了。公司的创办人兼 CEO 宣布，他们的第一笔比特币投资一共收购了21,454颗比特币，一颗的均价是11,652块，总共花费了2亿5千万美元。那从此之后呢，微策略就开始疯狂的购买比特币。根据 CEO 的说法，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成为比特币的商业银行，或者是比特币的金融公司。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微策略一共持有649870个比特币，也是全世界上市公司里面拥有比特币量最多的一家公司。如果我们以8万的美金价格去计算的话，它现在拥有的比特币市值大概是520亿美金。而微策略这家公司的市值呢，大概是850亿到900亿美金左右，看你以多少钱的股价去计算。因为他们的股票价钱波动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微策略除了比特币资产之外呢，公司的商业价值加上其他所有的资产呢，应该是要接近500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核心软体业务，从2014年到现在，他们基本的收入呢没有什么变动，反而是在慢慢递减的。那由于我在传订 video 上没有开通 Pro 会员啊，所以我在之前的数据的话都是锁定的，没有办法查看。但是可以依照现在的所给到的数据，我们也能看出它其实净收入呢是很低的，甚至都出现了负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Net Income 从2020年开始就是负的，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投资比特币嘛。然后呢，在这个账面上亏损显得非常大，所以微策略他们其实本身的软体业务呢并不怎么赚钱。所以说他们主要来购买比特币的资金来源呢有2个，一个呢是发行债券，一个呢是稀释更多的股权。换句话说，就是借钱，然后叫他们卖自己的肾来买比特币，就跟我们之前有句话说，你新出来的一个 iPhone， 然后我们就要去换肾，然后买 iPhone， 一样的道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微策略这边啊，账面上比特币亏损是蛮严重的，这些亏损的话其实是被算作在其他费用当中啊。那他们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买比特币了，那个时候的均价其实不高。根据最新的数据呢，他们比特币最新的均价应该是落在了74,433，所以呢，很多观众老爷或者是我都有在推特上刷到，或者在油管视频当中看到，本轮可能那个回撤的点啊，就是底部了，应该在7万到8万之间。就比特币这一轮那个熊市最低价格应该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既然他们定投比特币的均价落在了74,433一颗，即便比特币现在回落至8万，那仍然也是有的赚的。但是财务报表上面出现这么多亏损，其实呢最主要原因是我们这边跟大家插播一下，因为当时投资比特币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减值损失，这是目前会计准则上面比较神奇的一个规则。根据美国公认的会计准则呢，比特币这种类型的资产，它属于无形资产。那如果一家公司投资这个无形资产，以市场的价格跌破原本的购买成本，那公司就必须要在财务报表上面列出这个减值损失。但如果今天比特币的价格又涨回来了，超过了当时的购买成本，那这些减值损失呢，你没有办法再加回去，因为你报表已经出来了，没有办法做修改。你不能说我在这个季度呢，比特币赚了多少钱，我要写在这个财务报表上面。那除非今天公司把这个资产给卖掉，出售之后呢，他才可以把这个赚到的钱反映在财务报表上面。但是呢，微策略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卖掉比特币，而卖掉之后赚的钱呢还要交税，这就造成一种情况。那如果现在这个公司要把一部分的现金放在比特币上面去做对冲或者是避险，
那它的账面上就会出现亏损，因为比特币的波动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亏损呢，只有等到你哪一天把比特币卖掉了，才会把这个缺口给补回来。但是在23年8月份发布的 FASB 会计准则更新之后呢，就可以使用按照公允价值来计算某些加密货币。那这些资产的话，将会体现在负债表与其他无形资产分开呈现。公允价值变动将在损益表当中单独反映出来，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亏损还是赚钱，公司一样可以反映在财务报表上面。在说回视频一开始的时候呢，无限资金外挂洗钱方式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在24年10月22日的时候呢，这篇报道当中提到，完成29年到期的30亿美元可转换优先票据发行。我没有办法用大白话跟你解释，因为我自己的话都还要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去进行参考。但是呢，你仔细听一下，然后我跟你再解释一下。他们用这笔钱呢，加上稀释的股权换来的钱，全部都会用来购买比特币。那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呢，又购买了55555颗。好像是55500颗，均价的话是落在了9万7，当时那也就是短短6天的时间完成了整一个交易。9万块钱的比特币到底贵不贵？对于微策略的认知来说呢，比特币未来的价格可能是要超过100万美金的，因为他们有出过一篇单独的文章，说未来可能比特币会突破100万美金。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通过那个 Google 搜索一下，他们有出过这篇文档的。所以今天的9万块，或者是之前的我们买入价是74433，对不对？对他们来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便宜。他们也是用直接的行动来证明给你看。在了解这个微策略的终极策略之前呢，我们要简单的科普一下，可转换票据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借贷性质的金融工具。投资人把钱借给发行的公司，然后呢，当公司达成某些条件之后呢，可以根据这张转换票据自动转换成股权。那通常投资这些的话，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条件，比如说像是投资人他可以低于未来股票价格的折扣去购买股权，或者说一般的话都会给投资人利息，那这些利息的话和本金一起在未来转换成股权。但是微策略这家公司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使用这个优先票据转换那本质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债券，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公司破产的话，债券持有人也就称为债权人是有优先的清算权的。如果微策略破产，在清算资产的时候呢，他这个持有优先票据发行的投资人或者债权人会比股东还要优先获得清算的财产，加上这一个本身给到你的一个权利，也就是2029年之后5年过后嘛，可以把投资的本金转换成为股权。那到时候如果股票的价格是低于 672.4 的话，那么债权人是可以选择不行使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本金拿回来。在最坏的情况，也就公司倒闭了，那债权人的话有优先的清算机，即便是今天比特币一路狂飙，5年之后呢，大家都不知道会飙到多少钱，只要微策略的股票超过672，那这笔投资就相当于赚钱了。所以呢，微策略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把风险控制在只要公司不破产就可以保本的情况。那对于微策略本身来说的话，这就是一个无限利用资金的外挂，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领域融资的方式把钱去买比特币，借此呢把比特币的价位炒高，而且当下的话也不用稀释他们的股权，因为只有当股票价格在5年之后高于 672.4， 他们的股权才会被稀释。然后呢，当比特币的价格上去之后呢，自然他们微策略的股票价格也会跟着往上升，那是因为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比特币，对于比特币资产流动性的控制权呢也会提升。然后呢，他们再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控制更多的价格波动。那么这样子一直持续的话，理论上来说，比特币的价格可以跟股票的价格是就强相关。那只要比特币涨，然后我们的微策略的股票也会跟着涨。乍一听，那些对比特币有信仰的玩家，他可能会觉得，那我直接购买微策略的股票不就行了吗？反正它有强相关，我认可的比特币它会上涨，那么微策略股票也会跟着涨。那这样的话，我相当于就是有了2份收益，一个是比特币带来的上涨空间，一个是微策略股票带来的上涨空间。但你要仔细听，它提供给你的优先票据，这个票据实际上就是一个债券，你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购买一个债券。投资微策略这家公司的股票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风险，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的行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微策略的话一共掌握了64万颗比特币，然后呢，市面上一共有1900万颗比特币在流通，但是根据研究呢，目前有370万的话应该是找不回来了，因为早期钱包的话，大家可能丢失了那个私钥，然后就没了嘛。
那这样算的话，就是相当于微策略目前控制了全世界大概 3.3% 流通的比特币，再加上如果他们要继续靠这一个可转换票据优先发行的这个融资的方式，把资金汇集起来，然后购买比特币，就有点像是团购的概念。微策略对比特币的持有率呢，只会越来越高，控制权呢会越来越中心化。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因为在牛市的时候大家都很爽，然后每个人都很爽，因为持有的比特币价格呢都会被暴拉，因为基本上的话就是杠杆加杠杆再加上杠杆。我相信很多人的话，因为这轮牛市在币圈上，也不是说在币圈嘛，在比特币上赚了不少钱。但是呢，一旦遇到熊市，这就会变成一个死亡螺旋。首先，比特币的价格呢会开始往下掉，那些之前的大户呢，还有机构就会开始清空关于那个微策略的股票，然后呢，市场呢就会开始做空他们家的股票，造成股价往下跌，市场就会开始慢慢失去信息。之后，微策略会开始慢慢没有办法继续融资来加仓，最后呢，导致这些可转换票据都会变成债务。那等比特币的价格掉到一定价位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要开始变卖比特币来偿还债务，这同时会给比特币更多的卖压，造成微策，然后呢，就可能造成一种情况，微策的股票呢继续往下掉，然后就这样就可能形成一种死亡螺旋。我不太清楚这样讲你没明白。所以呢，对于整个币圈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通常市场崩盘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多的杠杆加上投机。另外，如果你真的很看好比特币的话，直接买现货就可以了。12万的比特币你高攀不起啊，那7万多的比特币可以考虑一下吧，对吧？我相信今天的课题的话，很好解释了这2天比特币和那个微策略股票都一直在下跌的原因啊。那有句话说得很好，这句话的话，我相信很多观众也应该有听到过，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样的行情下，发现一个币发现一个币下跌了，但是呢，你没有找到任何的下跌的理由，就是市场上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币下跌的信息，就比如说比特币也好，最近有什么利空的信息吗？并没有，但它就是不涨，然后它就一直猛跌，那就可能是一个熊市的开端。我不清楚现在是不是熊市的开端，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行情真的不太好。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 利用起来，实现每天躺着赚钱。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SO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